好像大家一般对二手书好像还是有一些刻板印象，就是可能比较旧旧破破烂烂这样子。而我想要做的就是让大家改观。二手书对马来西亚读者还是蛮新，就是有读者在网页下订单的时候，他其实不懂说，二手书只有一本，所以他就加入他的购物车，还没有结账嘛。可是当他要结账的时候，他才发现，他很多书都被买走了这样子。然后我还很记得，就是很清楚记得被他骂的时候，我背是一针凉一针凉这样子通电的感觉。在收书的过程，就是也有一些读者很有趣，他们就是可能急着用钱，然后希望透过卖书，然后获得一点周转的金钱这样子。其实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其实就知道自己不大喜欢工程系这个科系啊，可是我还是有把书念完啊，然后过出来工作也有去当一年的工程师，主要是觉得说，可能读的跟实际去做工不一样啊，就给自己一个机会，是不是自己的兴趣或者是专长不在这里？确实啊，我做了1年过后，我觉得好像我没有在这个行业有更大的动力去深耕，或者是把自己做得更好。然后那时候就裸辞了过后，然后也是在找自己到底是热情所在什么地方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就去面试了读中老师，然后请辞了当老师这份工作过后，其实我那段时间就没有工作好长一段时间，差不多有半年。那半年其实就是在房间，然后也不停的在看书，然后也在摸索，自己到底适合什么样的工作，算是一种 gap year 这样子啦，就是探索自己的热情在哪里。对，然后直到后来，可能我身边的朋友看不过眼，我为什么还没有找工，他就推荐我进彩虹出版社，然后那一待就待了2年半，算是我就业时间蛮长的一个，不要比现在在不顾啦，是我做最长的一份工这样子。然后后来才有不顾的故事哦。对，为什么去想要就是做一件就是可能属于自己的东西？我那时候其实可能在尝试在找着自己跟社会的连接，因为我们在大企业工作，往往就是一个企业的其中一个小螺丝钉这样子。所以机缘巧合下看到报章有刊的那个创业大赛的那个项目，然后我就去试一试哦。我就用不顾这个品牌去参赛的，然后那时候是以租借 APP 设计一个租借书本 APP 的一个项目去参赛，是一个 idea， 完全只是一个 idea 这样子。然后当然第一轮我们要众筹8000块，我们也没有抽到，然后就创业大赛那个旅途是结束了。可是我私底下还是持续在经营我们的脸书，然后这才真正开启后来就是不顾的旅途这样子。我们从2021年开始就开启了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网页，我们设置了自己的网页，在上面卖二手书。在卖了一段时间，反应还不错，因为在 COVID 期间，大家好像比较习惯透过网络买书，也在脸书看到，说平民有在招商，然后摆市集。然后也想说是一个不错的面对读者的机会，也参加了市集这样子。我一直想要让大家认识到我们不顾，然后我也觉得二手书值得被大家看见，所以我一直在找机会，就是增加我们的曝光。自然而然很多机会出现的时候，我都尽可能的去抓住。就是有一天我们参加在 GMBB 的这一场，就被 GMBB 的管理层看到，就觉得我们适合在mall 里面成为他们的一个 tenant， 于是就顺理成章开了二手书店。我其实一直很想去台湾的二手书店，就是茉莉书店啦。那时候得到一位很热情的留台的读者的回应，他讲他愿意就是到台湾的时候带我去一些书店去观摩。所以那时候最大的收获其实就是看到哇，如果马来西亚有这等规模的二手书店，就是作为读者的话，就是会很开心，会很幸福这件事情。有一个我很羡慕的，就是一个专门就是估书的一个柜台，就是读者立刻来，当天来就可以知道，这些书可以卖多少钱，就很有效率。然后他们也有书架，是专门展示一些很
很有价值的古书。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可以让我留下一个很重要的种子啊，而这个种子就是会回国的时候让我驱动去把这件事情在马来西亚实现。当有读者下单的时候，我们首先就是会先做一个翻新和消毒的部分哦，会用那个磨砂纸去把书册泛黄的部分给磨掉，然后再拿抹布，沾上酒精，把书本的表面给清洁和消毒。消毒过后，我们就会开始包装的部分了。我们就会把书用那个颜色砂纸包着，然后再用那些盗版书作为那个填充物，然后再喷上香水，还有放上卡片啊，就像一个礼物，不要送出去给读者这样。其实一来是为了要环保，我们就不想用那种plastic 啊，或者是不能再循环的一些材料这样子。就是我们收到盗版书的时候，在想要怎么去处理，除了要拿去资源回收，也直接拿来做填充物，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也可以让读者知道原来就是这些是盗版书，然后我们也不会要卖盗版书这样子。我们收书，我们会很常发现，好像有时候我们收到书，我们就会开始在筛选、在翻嘛。有时候就奇怪，到底是在翻什么？我就看有没有钱。就通常可能会有钱，或者是有些我们自己的照片还是什么会塞在里面，这样我就很常会找到这些这样子。有时候会找一些比较喜欢的书签，我们就会贴在仓库的墙壁，有钱就自己收。对，或者是一些书签觉得不错，就会放在我们的免费区域咯，就是有读者看到喜欢就可以自己领走这样子啦。我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蛮喜欢阅读的，个性会比较内向一点，然后就没有说很喜欢跟朋友往外跑，就是都是喜欢自己在家阅读这样。大学毕业出来也是从事跟自己的科技相关的了，就是可能是 marketing、admin， 就是这种 office 的上班族。可是后来大概在28岁左右这样，就感觉好像我就看着我的上司，我就想我未来几年就好像他这样。我就觉得这不是我想要后面想要过的生活，然后过后就因为种种原因，我也就决定辞职。然后直到有一次不顾他，就是租了一个仓库，他们需要请人去管理那个仓库，我就反正我也是在待业中，就来问问看。然后一开始是想说就先做个3个月再打算啦，结果一做就做了2年这样子。像就是我朋友或者是一些读者去仓库就跟哇这么多书，还讲我很幸福，是不是可以一边工作一边看书，然后就可能看个1个小时这样，然后我就跟他讲没有啦，没有看1个小时啦，我心想1个小时哪里够？对，有时候就忍不就是会收，就是在分类书的时候，哇这本好书，然后就再翻翻看，结果翻一下就时间就不小心过去了这样子。外传都是办书店都很辛苦，所以我就想说，我们是不是也要为书店设立一些其他的收入来源？可现阶段，我们主要收入来源还不是文创啦，我们还是以二手书为主，所以目前是比较是让我们的文创马来西亚文创手作人展示他们作品的一个平台这样子。个人觉得就是书店它不可以就只是等着读者上门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就让书店办一些固定的活动。于是我想要读书会，结果显示，办读书会的确是可以很有效的凝聚读者。除了办读书会之外，我们有办一些作者分享会，然后周年庆的时候，我们有办24小时书店不打烊。我们也是希望说有更多的文化活动在进行这样子。阅读对我来讲，就是它影响了我2个阶段。前期就是因为透过阅读，我从一个比较忧郁的一个人格变得比较开朗，比较善于社交，是因为我长期浸泡在阅读的那个氛围当中，它很深入的去影响了我，那个文字也好，才能促成这样子的改变。再来就是我面对挫折或者是痛苦的时候，也只有就是真的是静下心来看书，它才能实际让我心灵的层面真正释然这样子。当我遇到挫折，我在尝试说，不管是我看短视频也好，还是看其他长视频也好，去找一个地方发呆，
然后充电一样，它好像就是没有办法让我的痛苦稍微减轻一点。所以我个人认为很有充分的理由去怀疑说，我现在稍微感觉比较良好，有没有可能就是真是因为我拿起了一本书，实际跟那个书的作者做一些很深度的交流，那个交流的环境还是我的心境都是很平静的前提之下，那些杂质就慢慢被清除掉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这么强调快速、效率、一时的快感的刺激的这种时代，我觉得更需要阅读。所以我认为我们还是要读书。